欢迎回来。中俄第16轮战略安全磋商周二在莫斯科举行。磋商开始前，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过电话，请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万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转达致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称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流至关重要。杨洁篪转达了习近平主席致普京的诚挚问候和口信。继上周通过视频共同见证两国核能合作项目开工仪式，中俄元首又一次隔空交流，成为两国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的生动注脚。与此同时，中俄常态化安排的战略安全磋商在线下成功举行，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杨洁篪周二访俄时，普京正在索契召开国防部和军工企业领导人会议。俄塔斯社报道称，普京通过电话与杨洁篪进行会谈。普京表示，俄方坚定致力于推动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愿进一步同中方密切战略协调与配合，捍卫多边主义，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作出贡献。杨洁篪转达了习近平主席致普京总统的诚挚问候和口信，并表示，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共识，搞好本次磋商，把中俄高水平政治互信转化为更多战略协作成果。同一天，杨洁篪在莫斯科同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共同主持了中俄第16轮战略安全磋商。据俄罗斯塔斯社报道，磋商期间，双方讨论了包括军事和军事技术合作领域在内的广泛问题，特别关注以多边主义形式进行合作，就战略稳定问题以及阿富汗、中东和亚太地区的局势交换了意见。双方表示，俄中在紧迫的国际问题上采取的立场接近或相吻合，这确保两国在外交政策领域紧密协调。帕特鲁舍夫说，俄中关系已自信地成为维护国际安全与稳定领域的关键因素，这显然让传统的权力中心感到不满，首先是美国和由其领导的所谓西方集体。英国金融时报将中国最高级别外交官前往俄罗斯进行战略安全磋商，形容为北京与莫斯科之间关系不断加深的最新迹象。今年也是中俄这个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0周年，所以这次会议呢，可能也是就是怎么样在这个续约之际，怎么样进一步扩大中俄战略协作的深度和广度，这是会谈的一个重点。那么呢，会谈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谈及一些地区热点问题，比如说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啊，中东的那个巴以这个冲突呀，还有这个伊核问题，这些就是进行一个协商和对表。2019年12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来华进行磋商的帕特鲁舍夫时曾表示，中俄要继续利用好战略安全磋商和执法安全合作这两个平台，加强战略安全沟通，增进战略互信，维护好各自核心利益和两国共同安全，维护地区及世界和平稳定。俄国际事务理事会俄中关系专家丹尼尔·波西科夫在第16轮磋商前接受南华早报采访时表示，在没有军事同盟框架的情况下，莫斯科和北京已将合作扩大到几乎所有战略和政治合作领域。中俄战略安全磋商机制是根据2005年中俄两国元首的倡议建立的，原则上每年举行一次磋商，一般是在年底或年初举行，但根据两国的实际需要，磋商日期安排的也比较灵活。从2005年到现在，共举行了16轮中俄战略安全磋商。上一轮磋商于2019年12月在上海举行，原定于2020年举行的磋商受到新冠疫情影响而暂停。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在过去1年全球新冠疫情蔓延的背景之下，中俄两国的高层交往仍然密集。今年3月22日，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对中国进行访问。此次第16轮战略安全磋商成功在莫斯科举行，也就意味着两国外交高层实现了在疫情防控下的线下互访。另一方面，中俄战略安全磋商也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一些西方媒体将中俄高层密集互动放在两国均与美摩擦不断的背景下审视，甚至猜测中俄打算结盟对抗美国。俄罗斯消息报说，尽管美国因素对俄中进一步走近起一定作用，但并不会成为两国关系的基调。中俄、中美和俄美关系都是在世界舞台上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双边关系。中俄关系现在已经进入了新时代了，更多的是取决于这个内生的因素、内生的动力。我们知道，中俄合作在能源啊、军工啊，包括航天呀这些领域。还有电子商务啊这些领域，实际上是还有潜力可挖的。所以呢，
在未来呢，加强这些领域的合作呢，对中俄关系的发展也是非常有利的。如何携手来面对这个变局，来应对这个国际这个形势的这个复杂化，也是我们需要这个共同解决的一个任务。